长生师兄，有妖怪找你。妖怪？牛问道大王坐下，现任大王黄袍拜见二大爷。有劳你了，多谢长生师兄。二大爷，您的书可真有用。我学着书上将自己裹得严实，人类看我的时候，果然没有那种畏惧和防备的眼神了。有用就行。你这次来是为了书的事情。二大爷是小的疏忽，手下狼妖将书的内容念给狼群听了，请二大爷责罚。听了就听了，那书本来就是给你们的，又不是什么珍贵修行法，随意看便是。二大爷对于我们这群小妖真是胆碎精尽，苦了心脏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殚精竭虑，煞费苦心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二大爷真是博学慕才。那是博学多才。行了，除了书的事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有，大王当初走的时候告诉小的，以后要听从二大爷吩咐。小的们一直在山中修行，二大爷一直未曾吩咐，所以小的前来，不知二大爷可有上山为王、扩充领地的打算？没有，妖怪生存指南就是让你们收敛锋芒，安心修行。果然，只有小的才能领悟出二大爷的真谛，他们太差劲了。他们领悟了什么？那兔子精说什么只要他足够废物，人类就不需要他，险些差点放弃修行。幸好我及时悟出书中的真谛，训斥了他。好一个兔子精，这脑子跟牛问道完全是两个极端啊！你们安生修行，不要惹事端，但若是有人欺负你们的话，切记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？他们欺负我，我为什么要去斩草？你这脑子与兔子精也不相上下了。算了，你回去安排一下，明日来灵虚洞天寻我，我教你一些技艺道理。多谢二大爷，多谢二大爷。一定要将这黄袍好好改造一下。到了这里就卸下伪装吧。是二大爷。牛问道可有传你修行法？没有，大王说等他学艺归来再传我们修行法，带领我们成为大妖。我这儿有一部修行法，你先休息着。多谢二大爷传法。第一天，先把殚精竭虑、斩草除根给我学会。黄袍连忙认真学习，柳无忧也很认真，两只妖怪终于明白了斩草除根的意思。二大爷，若是打不过对方怎么办？打不过就安心修炼，等打得过再去报仇。可大王在时说，顶天立地者不能退一步，要打得对方胆寒，有仇尽量不隔夜。二大爷怎么和大王教的不太一样？你家大王乃是古妖天才，背后有靠山，和你们能一样吗？而且现在牛问道不在，只能依靠你们自己。我们还有二大爷啊！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们要努力修行，将来保护我，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小的一定努力修行，将来保护二大爷。这才对。自身不足，当学会卧薪尝胆。二大爷，这我知道，那些灵蛇的胆吃了确实能增长修为。卧薪尝胆是一个国王的故事，可这书上没有啊。我忘记买那本书了。二大爷真是博学慕才，博学多才。1个月过去，两只妖怪进步很大，他们对人类的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，总算不会再用错成语什么的，一些道理也深刻在心中。我也开始炼制上品丹药，认识各种药材和妖怪身上能入药的部位，偶尔也会去山下的药田看看，学习种植之法。两只妖怪也跟着学习。黄袍对于当一位炼丹师很有兴趣，我也不吝啬技艺，全部传授给他。柳无忧则对于炼器更感兴趣。两只妖怪安心学习着，黄袍偶尔会回去一趟，看看小妖们的情况。日子平稳过着，一眨眼便是3个月时间过去。我炼
炼制出了下品真元丹。这下品真元丹乃是筑基修士修行所用的丹药。经过这几个月的教导，黄袍差不多算是半个人了。柳无忧也学习很多，深得我的道理真传。师兄，您从天水城回来了？我刚回来，得知你来丹脉了，所以来看看技艺如何了。已经可以炼制出下品真元丹了。师兄此次去天水城，可有收获？哎呀，算是长了见识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好去处。在那里，炼器师、炼丹师不少，都有些地位，受人尊敬。师兄可是想搬去那天水城？是啊，我却有此想法。那师兄还回来吗？毕竟你可是要当长老的。出去一趟，才知天下之大。我们灵虚洞天在那天水城根本算不得什么，难以想象玄天宗又会是何模样。天水城金丹10几位，北山河有蛟龙，可惜没有见一面的荣幸。真有蛟龙？真有。那蛟龙号称北天龙君，在河中建立了龙宫，唯有金丹才有资格入龙宫与其论道。听闻龙宫内宝物无数，能入龙宫者皆收获颇丰。待师兄将来成就金丹，也能去与北天龙君论道。哈哈，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。我在那边也听见了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可是麻烦。是望月妖王。那望月妖王去了北山河，占据了一段河流称王，听说即将渡劫，成就金叶还丹。他去了天水城？他还没踏入金叶还丹之境吗？你这家伙还希望他早日金丹不成？就怕他记恨着之前的事儿，会回来报复我们。应该不会吧？我们灵虚洞天也有金丹，而且如今三派也和睦。望月当初落荒而逃，没能吃了牛问道，一直耿耿于怀。而且有传言说，北天河的妖怪都笑话望月胆小，被一个刚入筑基的牛妖吓破了胆。怕他为了这口气，也会回来报复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师兄所言有理，此时可有上报掌门？长老已经去禀报了，以后出门小心些。不过望月就算是回来，也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只是给你提个醒。我记住了，多谢师兄告知。那师兄接下来呢？我想去天水城了，宗门也有在天水城建立一些产业，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？啊，我暂时不去了，就在宗门待着。好吧。黄袍，该交的都交的差不多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是，二大爷。等你回去之后，也多多注意一下。若是发现望月妖王回来，一定要及时躲避。二大爷放心，若有消息，小的第一时间禀报二大爷。去吧。长生，若是望月真过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最坏的打算便是逃命了，不过应该不会到这一步。三大宗门实力很强，不会容忍望月放肆。那我们逃到哪儿去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安全。你也太过忧心了，就算是望月真回来，也需要一段时间。你明无忧，当无忧无虑。无忧，无忧。那怎么才能无忧？没有敌人，没有威胁，就无忧无虑了。没有敌人，没有威胁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望月没了，我就无忧无虑了。望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没了？你好生修行，等以后足够强大，就无忧无虑了。我去修行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之前给我们很多修行法，我想问哪一门最强？世间哪有最强法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法门。我的修行法就是参考其他修行之法改造出来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也要创出最适合自己的法门。长生，我想闭关了，我要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法门。好，需要逃跑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带上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。
二大爷，能不能再写一本家养妖怪生存指南？家养？怎么，你们想给人类当宠物坐骑？不是，是隔壁野猪精的远方亲戚的朋友。停，你直接说是什么妖怪？是一只赤眼鸟，传闻有蛊妖秘方的血脉。又是蛊妖？他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我看就是一只普通的鸟。看了二爷爷写的生存指南，惊为天妖。若不是他自己来不了，都想亲自来拜访二爷爷了。写一本也可以，但需要点时间。哦，对了，二大爷，这是卖书换来的资源。这妖怪生存之难，你们还收钱？筑基妖怪也喜欢看这书吗？当然了，二大爷。好吧，半月后你来寻我，我将这些药材炼制成丹药，你带回去分给其他小妖。多谢二大爷赏赐。你没将我的身份传出去吧？没有，二大爷放心。很好。对了，不一定要资源才能买书，修行法、人类经文也可以。好，小的明白了。2个月时间眨眼而过，聂球回来了，我将聂球请了进来。师兄，这次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望月妖王踏入金丹了。我们在天水城的发展被望月破坏了。望月只针对我们灵虚洞天吗？清玄洞天呢？清玄洞天和水月洞天在天水城的产业也损失惨重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好像还有其他妖怪。还有妖怪？对，不只是望月，具体是什么妖还不清楚。清玄洞天正在探查。师兄，还是在宗门待着吧。没事，望月还不敢在天水城内胡来，那里还算安全。现在我不得不去天水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遇见了心爱的人，他还在天水城，我得回去。原来如此，恭喜师兄了。我的安全你暂时放心，我现在在天水城已经站稳了脚跟，他家老祖也是金丹真人。好，安全第一。师兄若有事，就去清玄洞天避难。清玄洞天背靠玄天宗，宗门内定有不少金丹。我明白，清玄洞天已经派出金丹，我们此次回来也是想请顾恒通元老前去坐镇。你也注意安全，等我到时宴请你喝喜酒。那我可期待着了。这是天水城独有的水晶堂，对于水属性的修行者帮助最大。多谢师兄，师兄万事小心。我走了。我送走了聂球，回到屋内，希望望月没有太多帮手，安心修行。到了傍晚，我察觉到阵法波动，是柳无忧醒了。我走到柳无忧跟前，柳无忧摇晃着肢体。闭关收获如何？有些收获，但我还没找出适合自己的法门。不急，慢慢来就是了。我知道了。聂球师兄回来了，这是他带回来的水晶糖，你尝尝。很奇特的糖果，你也吃？我吃过了，对我也没什么帮助，对你修行还有用，你留着吧。多谢你了。聂球师兄这次回来，有带回望月妖王的消息吗？望月妖王已踏入金丹，我们这边的金丹强者也去天水城跟他们斗法了。望月在那边有了帮手。那望月不回来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逃跑了？对，你先好生休息。好。二大爷，小的正要去见您。望月妖王入金丹了，你们多多注意，但凡有异样就来通知我。是。我先走了，7日后来灵虚洞天寻我拿丹药。多谢二大爷。我遁地回了丹脉，整理黄袍换来的修行法，炼气境的有33篇，筑基期有残缺的5篇，高僧讲经只有2张纸。我把这些修行法给了柳无忧，也算是给他参考了。约定之日到来，黄袍来拿丹药了，我将丹药给了他。长生，我想去妖的世界。为什么？这里不好吗？现在的你去妖的世界还很危险。
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牛问道的事情。我知道当初牛问道为什么没有急着走，而是先解决葛望先再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忧虑，要先解决忧虑。解决忧虑？你说望月吗？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他呀。是啊，所以我要变得更强才行。长生，让我去吧。你也说等我们变强了才能保护你，我得去变强。行吧，各有各法，我不阻拦你。记得多听听黄袍他们的话，别惹上不该惹的麻烦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黄袍，柳无忧去你山头，你可要照顾好他。二大爷放心，小的一定照顾好刘奶奶。你叫她柳无忧就行，叫什么奶奶？刘奶奶和二大爷同辈，就该叫奶奶。算了，由你吧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长生，我会谨记。你为什么给我取名无忧的？刘奶奶，二大爷为什么给你取名无忧？因为有了忧虑，就解决忧虑，就能无忧。啥意思？意思就是谁让我感到忧虑，我就除掉谁。只有让我忧虑的东西全不在了，我才能真正的无忧。二大爷真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想想牛问道的事迹，他有了实力后哪次放过长春？不过他还是不够狠，没有早些杀了长春。刘奶奶，你现在还真和大王有些像，难道是我领悟错了？从今天起，我要做不普通的妖怪，修最难的法，成为最强的妖。刘奶奶看起来比大王还霸气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修行法？还真是巧了，前2日二白说有一只猿猴手里有一部残缺的魔道经文，叫什么万灵归元诀。刘奶上太太觐见，何告奶奶？这位是刘奶奶，二大爷的师妹，以后加入我们了。以后见到刘奶奶就跟见到二大爷一样，不可逾越了礼数。见过刘奶奶。二白，那魔道经文送来了没有？送来了，送来了。刘奶奶，这就是万灵归元诀。能不能帮我找一安静之地？我要闭关。刘奶奶，去我洞府，我盖了木屋。好，谢谢。柳无忧点了点枝条，随着黄袍进了木屋。柳无忧思索着，如果自己能够修行这万灵归元诀，直接提炼修行者的血肉精元，那就能代替资源。而且自己身为树妖，本就有吸收血肉养料之法，这万灵归元诀正好可以与自己的吸收法门相辅佐。这天，我正在宗内花园散步，途中遇见一些弟子，都在谈论天水城斗法的事情。我走了过去，看向长玄。长玄师兄，你们可是在谈论天水城斗法？原来是长生师弟。是啊，听说很激烈，轰动了整个天水城，中阳城都传开了。很激烈？那望月妖王这般厉害，3派联手都拿他不下。望月妖王倒还好，主要是有2位北天河的金丹妖王助阵，也不知那望月有何本事，竟是邀请了2位金丹妖王。那斗法结果如何？互有胜负。那2个金丹妖王，一个乃是蟒蛇妖王，一个是鲶鱼妖王，都有手段。那蟒蛇妖王传闻从北追和龙君手下习得呼风唤雨之法，手段非凡。那鲶鱼妖王滑不溜球的防御极强，一般金丹伤他不得。如此听来，确实棘手。这望月妖王还真有本事，能拉拢2位金丹妖王。这般看来，顾恒通元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我们得小心被偷袭。长生师弟多虑了，那望月可是最弱的一个，听说还受了伤，他还能从天水城跑过来不成？顾恒通元老可是一直盯着望月呢。那便好，我炉中尚有丹药，告辞。若不是牛问道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瞧那怂样！回到丹房，收拾完东西，遁地而去，来到青柳院。中阳城有不少人前往天水城做生意，3派在天水城斗法的事情早就传开了。3位妖王和3派打得更厉害，手下小妖都拉出来交战。3派弟子也纷纷赶往天水城参与战斗，事态越来越大了。黄袍也来过，将万灵归元诀还有新收集的修行法送来。我看了看储物袋，还有不少妖怪尸体。你们开始杀妖怪了？不是，这是赤眼鸟送来的。最近天水城不是大战吗？好多妖怪跑过去看热闹了。这些是他们捡来的。你们可是也去了？二大爷放心，我们没去。
那就好。天水城最近打得激烈，你们低调些。是二大爷。黄袍连忙作揖行礼，又交代一番，让黄袍回去约束好小妖，我才安心下来。刘奶奶，东西献给二大爷了。木门打开，柳无忧伸出枝条。长生可有说什么？二大爷让我们不要去天水城，怕我们出事。你没说漏嘴吧？没有，小的说是赤眼鸟送的尸体，我们没去。那就好。黄袍犹豫了下，道：刘奶奶，要不您别去了，这事儿太危险了。我有分寸，只是在边缘捡几具尸体而已。他们打扫战场没那么快，他们交战激烈，注意不到我。刘奶奶，不用劝了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就算长生知道了也不会阻拦。刘奶奶，你执意要去，那能不能带上小的？你去做甚？小的也想多弄些尸体，快提升，等有实力了，给大王打下一片大大的领地。好，那你机灵点，可别拖我后腿。多谢刘奶奶，小的放屁之术可臭了。我开始研究万灵归元诀，强化自身消化血肉之法，沉浸在修行法中，再次体会到了玄天道经的神奇，哪怕是魔功也能容纳。几日后，兔子精200来了。黄袍呢？回二大爷的话，黄袍大王最近一直在通知其他妖怪小心注意，让小的前来。哦，拿去吧。谢二大爷。我看了一眼院内柳无忧的老躯体，摇了摇头。时间流逝，眨眼间1个月时间过去，天水城战斗更加惨烈，不少弟子和小妖死亡。顾恒通和望月妖王战斗10余场，双重创。水月洞天和清玄洞天的金丹也没讨到好处，都受了伤。中阳城客栈内，再这么打下去，3大宗门讨不着什么便宜。谁说不是呢？那3大妖王可不是什么普通妖怪。最新消息，清玄洞天又出现一尊金丹。清玄洞天居然还有金丹！是啊，天水城都传开了，这清玄洞天真是深藏不露啊。不过那金丹本意是平息此事，可3大妖王不同意。不同意？那3位妖王疯了不成？他们3个如何敌得过4个金丹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说和失败，又站了起来。二白，你抱着玫瑰花，可是有喜欢的兔子了？不是的，二大爷，山上的花全开了，这玫瑰开得最漂亮。小的们去探查了，方圆10余里的花全开了。花全开了？现在也不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啊。山中的老猿说，百花盛开，应该是来了个厉害的花妖。二大爷让小的们注意异常，小的就来了。好，有劳你走一遭，将玫瑰花留下吧。下次为你打造一件法器。多谢二大爷。最近情况特殊，你们寻个地方避一避。小的记住了。二白蹦蹦跳跳离开，出了门就遁地而走。而在另一边，天水城战场激烈，望月妖王带领无数小妖与3大宗门交战。战场边缘，一株柳树，一只黄皮子，迅速拖走2具妖怪尸体，消失无踪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出现在战场另一边，继续偷取尸体，一具具尸体被他们运走。刘奶奶，已经有2具筑基尸体了，走吗？不走再弄些，这战斗不知哪天就结束了。对了，那些妖怪信得过吗？刘奶奶放心，二大爷的名声在附近妖怪圈子里很有用，他们还不敢动我们东西。二大爷只是写了2本书，怎么还出名了？嘿，这2本书可不是一般妖怪能写出来的。那筑基妖怪看了那本荣作，你真多呀都没找吧？都说二大爷一定是潜伏在人类世界的老妖怪。那就好，快继续。我要筑基，还需要很多很多尸体。刘奶奶放心，小的一定多偷几具尸体出来。黄皮子甩了甩汗水，继续偷尸。夜幕下，3大宗门如常，弟子们休息的休息，修炼的修炼。一朵朵花朵在夜幕下悄然盛开，地底无数根须蔓延，构造成一个诡异沙阵。后半夜来临，一声声惊天巨响响彻，一朵巨大的玫瑰撕裂了黑夜，妖气滔天，花瓣漫天。花要来袭！花要来袭！
洞天，还我儿命来！灵虚、水月、清玄，你们都将为我而付出代价！灵虚洞天，还我儿命来！你是长春的母亲，葛望仙，这就是你保证的周干侯快好孩儿！你是血莲魔教妖物。吾血莲教内13血莲，特来为水月洞天送葬。我水月洞天并未招惹你血莲魔教，为何？为那花妖之子长春。当年是长春不对，我水月洞天是被他所欺骗，是长春陷害牛问道不成？你要寻麻烦，也该去寻牛问道。玄天宗，我们可招惹不起。不要指望清玄洞天了，我既知玄天宗，岂会没有法子拦住他们？13血莲冷笑，清玄洞天这边同样有花海，但下一刻大阵启动，有2位金丹强者踏出密室，修炼中的我也被惊醒了。二白来了，吓得身子颤抖。二大爷真出事了！花妖？是的，花妖，很恐怖的花妖，3大派都变成花海沙阵了。这3大宗门很可能完了。真的吗，二大爷？二大爷，小的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立刻走，哪里安全去哪里。走，二大爷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天水城，那里有诸多金丹坐镇。你们先去，等我去了会想办法联系你们。二大爷不和我们一起走，小的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二大爷的。不要多言，立刻走。中阳城里的3派弟子基本上全连夜跑。我遁地到灵虚洞天地下，以法剑破坏花海沙阵，与地下的沙阵缠斗。可这沙阵有很强的恢复力。2日后，我身负重伤，而沙阵已经恢复原样。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返回青柳院地下，服用丹药养伤，数日后身体才恢复一些。我从地底遁出，来到中阳城打探消息。中阳城依旧，只是冷清了许多，百姓们像是无事发生一般。我来到客栈，客栈外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通缉令，缉拿灵虚洞天、水月洞天弟子。竟是城主府的通缉令。灵虚洞天没了，水月洞天也没了，我心头发凉。这花妖居然有这么大能耐，让中阳城城主府通缉2宗弟子。我进入客栈，客栈内只有外来的一些散修，没人谈论3大宗门的事情，只是随意聊着。我要了一壶酒，自顾自喝着。掌柜的，来2斤牛肉。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长玄一身甲胄走了进来。原来是长玄大人，快请坐，牛肉马上送来。陆玄，这是不是灵虚洞府的长玄吗？长玄大口的吃着牛肉，喝着酒。长玄3两下吃完，连钱也没给，站起身来便走。我跟着出了客栈。长玄走出客栈，摇了摇头，酒劲还挺大。他面带笑容，昂头挺胸向前走去，殊不知已经走进了我的幻阵。虚空泛起涟漪，长玄只觉一阵头晕。我伸出一只手，将他拖入地底深处。长玄意识逐渐迷糊，再一睁眼，一个机灵，惊恐地道：“长明师兄，你还活着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运气好，还活着。幻境之下，我已然化成了长明。我就知道长明师兄福大命大。长明师兄，元老呢？元老大人是从天水城回来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一夜醒来，灵修洞天就没了，直到现在才敢出来。告诉我，灵修洞天发生了什么？长明师兄，灵虚洞天没了，水月洞天也没了。说具体点。那天晚上，长春的母亲那个花妖杀来了，她早已潜伏在我们宗门地底，布下了杀阵。那花妖对宗门的布置清清楚楚，我们的护宗大阵还未来得及开启就被破坏了。花海杀阵之下，整个灵虚洞天都没了，只有少部分在杀阵边缘的弟子逃过一劫。长老、掌门白玉泉全部惨死在花海杀阵之中。白玉泉掌门也死了。是的，还有水月洞天、
也被血莲魔教的13血莲灭门了。13血莲的实力太强横了，比花妖更凶残。强行破了水月洞天的护宗大阵，他们宗门内的人一个也没逃出来。清玄洞天虽然还有2尊金丹，但都被拦住了，也受了重伤。为两宗收尸之后，宣布封山30年。顾恒通元老和水月洞天的金丹还在天水城内，被血莲魔教压迫的无法回来。血莲魔教，对，就是血莲魔教，那是魔道宗门，传闻其门内有超越金丹的存在。他们知道清玄洞天和玄天宗有关，才没敢对清玄洞山下狠手，只让其封山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长玄沉默片刻，眼中寒光乍现。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怎么活下来的，你这个灵虚余孽！你怎么？他怎会有如此实力？此时，一股恐怖的压迫感席卷而出，像是一尊古老的凶兽复苏，压迫的长玄身子都佝偻下来。长玄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一柄法剑贯穿了他的右腿，凄厉的惨叫声在地底响彻。长玄还想挣扎，恐怖的道元入体，镇压他的修为。杀自己师兄弟换取的活命机会，对吗？长明师兄，饶我一命！我可以引荐你加入城主府，可以不再被追杀。哦，是吗？你是想骗我去城主府拿我换取功劳吧？不敢！师兄可以给我喂下丹药，掌控我的生死。只要师兄能捉拿1-2个余眉，城主府就会给师兄一个官职。余孽，这城主缉拿2宗弟子，不怕我师尊回来掀了他的狗窝？这是血莲魔教的意思，城主也是不得不从。顾恒通现在连天水城都不敢出。血莲魔教既那般厉害，为什么没有入天水城杀我师尊？天水城金丹居多，天水城主乃是金丹巅峰的真人，可不是中阳城能比。血莲魔教虽强，但仅凭13血莲还不敢闯入行凶。那花妖呢？都走了，花妖带走了长春和掌门的尸骨离开了。那你可知李长生的下落？不知道，他胆小如鼠，早就跑了。那你可有聂困的消息？听说聂困好像脱离灵虚洞天，入了张家。下去陪师兄弟们吧。长玄面露惊恐，刚想求饶，法剑贯穿了心脏，了结长玄性命。看着没有了气息的长玄，我幻化回本来的模样，无数根须蔓延，将它吞噬一空。打开长玄的储物袋，5瓶下品真元丹，还有秘籍灵虚洞天灵剑诀，还有水月洞天的镜花水月。这家伙到底害了多少水月洞天的弟子？遁地而出，御剑前往天水城。我远远地看了眼灵虚洞天，满目疮痍，山头崩塌，再无昔日之景。天水城城外有北天河，资源丰富，远处有山脉，里面蕴藏着无数灵药，也藏着无数妖怪。城池远非中阳城可比，城墙上刻画着金丹境的阵法纹路。我来到天水城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买下一个院子住下。出门转悠了一下，天水城的强者很多，遍地筑基，金丹真人我都看见了几位。我也去各种法器店铺、炼丹店铺看了看，都有招收炼器师和炼丹师。我没有多留，继续看了一些修行法店铺，但卖的都是一些品质一般的，稍微好一些的，不是残缺，就是价格贵的离谱，需要4-5件同阶法器才能换取。我也打听到了灵虚洞天的事情，顾恒通和水月洞天的金丹聚集残余弟子，已经改换名字了。灵虚洞天叫做灵天殿，水月洞天换成花月门。灵虚洞天和水月洞天已经成为过去式，都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时光荏苒，2年时间过去，我在天水城扎了根，为店铺炼器炼丹。我的炼丹技艺不差，至今还没失败过，深受店铺们喜欢。聂球传我的风云极炼，放在天水城也是一门顶尖炼器法门。这2年时间，我也注意了关于黄袍他们的消息，可惜没能打听到。倒是听说有一个可怕的树妖，吞人血气修为，诡异可怕。具体是什么树妖，却无人知晓。传言中，甚至有筑基中期修士死在这个树妖手中，成了肥料。那树妖真是可怕，又死了2个筑基中期。是啊，听说那树妖来天水城才2年，最开始只是一个炼气境小妖精。那树妖还没抓到？哪有那么容易？那树妖可怕的紧，听说投靠了望月妖王。自从2年前斗法之时，望月妖王名声大噪，在北天河混得风生水起。听说望月还得到北天龙君召见，估计学了本事。不过望月最近有点过分了，在河里如何我们管不着，但他想上岸
就会触碰到城内利益。望月想上岸，我们也只是听说望月想在岸上占据山头，修建什么禅王宫殿。哈哈，癞蛤蟆就是口气大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没错，癞蛤蟆打哈欠，口气不小。我没有再聊，去炼制丹药。一天的工作结束，我带着丹药出了门，走在路上。夜晚的天水城依旧热闹，灯火通明，小贩众多，摊位上售卖的基本都是妖怪尸体或者采摘的灵药。我没有多留，正准备返回院中。人群中，一道矮小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一身黑袍，裹得很严实，在人群中穿梭，像是急着离开。偶尔因为被人蹭到，袖口会露出一缕白毛。二白，这兔子精大晚上跑城内来干什么？已经被人盯上了还不知道。二白迅速离开人群，向人少的街道走去，暗中有2道身影在后面追着，连续转变方向。二白来到一个宅院内，推门而入，2道身影迅速进入其中，没有发出一丝声响。二白来到院内，便抱起了一根胡萝卜，狂啃起来，确认院内没有其余妖怪。2道身影同时出手，法剑斩向二白。二白面色大变，这2人都是筑基，根本不是他这个炼气小妖能挡的。正惊恐之际，虚空泛起涟漪，2道金光洞穿了2人身躯，金光一闪而过，带着二白遁入地底。二白，你怎么自己跑到城内来？柳无忧和黄袍呢？二大爷，见到您真是太好了！黄袍大王和刘奶奶可想你了。我一直在天水城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寻你们。无忧和黄袍都还好吧？都很好，刘奶奶更是潜伏到了望月身边，成为望月手下。现在我们都很好，只是刘奶奶很不好。柳无忧怎么了？刘奶奶修炼出了岔刺，受了伤，吸了好多妖怪才恢复一些。吸了好多妖怪？难道柳无忧就是刘全他们口中的树妖？二大爷，刘全是谁啊？没事，你说你们现在在望月妖王的手下？是啊，当初交战时他的手下死伤太多，后来他招募妖兵，我们试了一下，还真成了。刘奶奶十分厉害，凭借那万灵归元诀提升很快，只是他修炼什么世界法时，烙印符文出了问题。二白的烙装刚位，大王让我来买疗伤药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刘奶奶带我们占了山头，整座山都是我们的，比之前的地盘还大。带我过去看看。太好了，那刘奶奶肯定没事了。带上二白，遁地前往山头。天水城10里外，山脉连绵，北天河贯穿了山脉，流入大海之中。一座小山，确实比之前的山头大一些。山下有小兵巡逻，山上草木精怪排列成阵，倒也有模有样。我随着二白进入山上，山上有2间木屋，黄袍在门口来回踱步，心情烦闷。见二白回来，黄袍连忙迎了上来。二白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位是……黄袍一震，激动拜道：“二大爷，小的还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。”是啊，木屋房门被打开，一根枝条踏了出来。长生，柳无忧的声音响起，充满了惊喜。我走向木屋，枝条摩挲着我的面颊。二白说你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本想烙印五行阵的，失败了。当初你为我烙印时的步骤我都记得，可这次却失败了。我帮你看看吧。我运转灵力探查柳无忧身躯，柳无忧的伤势不算糟糕，休养一段时间便好。不过我却发现柳无忧的躯干已经变得十分强横。这2年时间，柳无忧到底修了什么法？想成功烙印这阵法，必须要对自身十分了解。你对自身了解还不够，所以才会失败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怎么会想到烙印五行阵？因为世界以五行根基，而我以自身为世界，就要烙印五行阵。长生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法，将来我一定会真正的无忧。恭喜你了。这2年你都是怎么提升的？我以化灵法吞了不少妖怪和人修，但都是那些人修先招惹我的，不能怪我。有人想害你，有能力就杀，没能力就躲。那你们怎么想着加入望月妖王麾下了？当时我们出来天水城无处可去，本来想安心修行，可刚开始还好，后来附近的妖怪和人修越来越容不下我们，一心想围剿我们，就被我们杀了。后来我们占下了这个山头，可这样依旧不安全，没有妖王在背后撑腰，其余妖怪会不断找我们麻烦，我们只能去拜妖王。望月妖王正好在征兵，我们就加入他的麾下了。我们这叫先潜伏在敌人身边，
等有实力了再吞掉望月妖王。既然没有危险，那就安心在这儿待着。我也打听到关于花妖和红莲魔教的事情了，为此，望月妖王还被北天龙君叫过去责罚了一顿。为何？北天龙君不愿和那红莲魔教打交道。龙君手下有10大妖王，之前出现的蟒蛇妖王和鲶鱼妖王只是排在末尾，望月妖王现在根本排不进去。等以后我实力强大了，一定要吞了望月妖王。我回到天水城，前往炼器店铺，一旁的交谈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的张姑爷，可不是我们不让您来炼器，您是张家姑爷，您来我们小店炼器，这不是打张家脸吗？小的怕您张家人来拆了我们这小店啊！小兄弟，你通融，只要你们不说出去，没人知道我来。师兄。魁梧身影一怔，回头看去，面色一变，长声叫完之后，聂球转身便想离开，我连忙拦住他。师兄，见我何故躲藏？我哪还有脸面见师弟你啊？师兄这是遇见什么难处了？今日这法器任务我不做了，陪师兄喝酒。哎，好嘞，你可一定要陪好张姑爷。师兄，去我那儿喝一杯。师兄该不会嫌弃师弟吧？走吧。聂球犹豫了一下，随我离去。两人在院内喝酒，聂球一脸愁眉苦脸。师兄，这是遇上什么难事了？是我无能，本以为凭借一身技艺能够养家糊口，结果入不敷出。怎会如此？在那张家怎会入不敷出？我岳父半年前陨落了。陨落？这天水城还有人敢杀张家的人？非是天水城，是在衡阳城遇见了血莲魔教的人，遭其毒手。我岳父死后不到半年，家业便被那叔伯收了回去，只给我们留下城外2块废弃的药田。这一下让我和你嫂子的修行资源完全不够用了。你嫂子想放弃修行，学了炼丹技艺，但去哪儿都没人敢要。我出来帮忙炼器，店家一见是我也不敢要。世事难料啊，不曾想师兄也这般艰难。说来，你小子什么时候来的天水城？来了怎么没去寻我？当初宗门被灭，你怎么活下来的？当初我心有预感，去找了宗门长老，最后我杀了长玄，才来的天水城。长玄这混账，求活便求活，怎能对昔日师兄辈下手？还好你机灵，提前躲了起来。可惜了宗门，没想到花妖那般强大，还能请出血莲魔教的人。血莲魔教那些玩意儿，只要你有资源就能请动，不过还得要自身有实力，否则他们连雇主都杀。传闻那血莲魔教教主本是一位高僧培育的灵种白莲，不知何因那白莲化成了血莲，修炼有成后离开了寺庙，创建了血莲魔教。听说一直有高僧在追查血莲魔教，但都失败而归，具体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血莲魔教能在那些高僧追查下肆意妄为，足见其可怕。交谈中，我得知聂球有去与玄天宗齐名的青云宗的想法，但苦于实力不足，我将玄天道经抄录一份给了聂球。聂球大为感动，说我是他的大贵人。第二天酒醒，聂球对我作揖一礼，离开了。我遁入地底深处，布下幻阵，准备潜心修炼。数月时间过去，我将玄金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，观想自身世界，树干通天，五行交织，无尽的生机世界也弥漫其五行之力。而外界，聂球终于成功加入青云宗，成为外门之士，地位提高，震惊了张家人。虽然张家叔本没有将所有产业归还，却也还了一半，足够他们夫妻2人修炼了。聂球也不计前嫌，得到张家老爷子赞赏。而城外山脉也正发生着大事。一年时间过去，柳无忧如今实力猛增，在山中开启杀戮，为望月妖王开疆拓土。一些人类修士想要斩妖除魔，但都死在柳树之手下。有人说柳树恐怕已是筑基顶峰，而柳树也得到望月妖王重用，成为得力大将，占据2座山头。柳树地盘内，无论是人还是妖，都不敢轻易踏足。约莫1年时间过去，望月妖王与一尊妖王开战，大批妖怪参战，柳树再次展现了恐怖战力，所过之处几乎没有妖怪敢当。而柳树麾下
还有一只妖怪名为黄袍，也有些手段，臭屁熏晕不少妖怪，筑基中期都奈何他不得。两只妖怪配合，让人闻妖而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两只妖怪竟还会炼丹炼气。有人冒险抓了一些小妖，问出了妖怪生存指南。天水城的人麻了，这书谁写的？一时间人人都猜测，这书一定是一个潜伏在人类多年的老妖怪写的。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北天和那位龙君居然也在看，还称赞此书定是妖族老前辈所写，很想见一见这位老前辈。而此时的我还在地底闭关修行，五彩光芒弥漫，照亮地底。妖异的血树摇曳着枝条，树干上一条条阵法脉络交织，五行之力波动，五彩光芒化作一个屏障，笼罩着树木，周围浮现一棵棵相同的树木，四周像是变成了镜子一般，镜花水月。不知过去多少年，树木停止吸收天地力量，枝条迅速收缩，它幻化成人形，气息内敛，不露分毫。真是要感谢柳无忧，若无他，我一时间还真想不到参悟五行之法。也不知过了多久了，我遁出地底，回到房间内，该出去看看了。我手指擦了一下整洁的桌子，一尘不染。这宅院莫非已经被别人租下了？看样子得寻个新住处了。也不知聂球师兄有没有进入青云宗。是啊，宅院大门被人推开，一名年轻温婉妇人走了进来。你是？在下李长生，曾是此地租客，一直闭关，如今才回来。不知可是道友租下这宅院？可是长生师弟，妾身张落雨，是聂球的妻子，一直在等师弟回来。原来是嫂嫂，嫂嫂在等我。不知师兄如今可入了那青云宗？多亏师弟，夫君已入青云宗，也为师弟搜寻了不少修行法，却久不见师弟。不知这5年来，师弟去了何处？怎么没个音讯？5年？这次闭关居然用了5年吗？下次师弟闭关，还是提前知会一声。夫君很是担心，这是夫君为师弟收集的修行法。多谢嫂嫂。对了，师弟如今一定要藏好自身，不可泄露灵虚洞天弟子身份。为何？2年前，血莲魔教暗中闯入天水城，迫害了不少灵虚洞天和水月洞天剩余弟子。望月妖王也发布了悬赏令，如今城内乱糟糟的，经常有人羞遇难。知道了，多谢嫂嫂。哟，二大爷！好家伙，你长这么高了！如今的黄袍已经快有成年人高了，修为也到了筑基中期。柳无忧的修为筑基后期。长生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刚出关，看来这5年你们过得不错。二大爷，北天龙君想要拜访您。北天龙君拜访我做甚？那龙君看了您的书，震惊坏了，认定您是混在人类世界的老妖，正到处找您去论道呢。你们不会泄露我身份吧？嘿，我们哪敢，二大爷，我们瞒都来不及呢。那就好。你的五行之法参悟的如何了？进展缓慢，我正想和你探讨一下呢。走去你屋内探讨一二。两人进了屋内。从柳无忧他们山头离开后，我来到青云宗内当差。因为天水城内血莲魔教肆虐，我便托聂球帮我寻了一个养龙鱼的闲差事，不耽误修炼。我这边闭关，天水城那边却站了起来。恒沙寺有僧人走出，与无尘道人联手对战血莲魔教。天水城的修士也参与了对血莲魔教的绞杀。面对战争，柳无忧可是兴奋极了，连忙带领山上小妖去战场捡尸体。柳无忧有了五行感悟，实力提升极快，加上他那令人惊奇的悟性，路子越走越野，整棵树也越来越邪门。我继续闭关，不到金丹绝不出关。时间如水，2年时间过去。这一日，5棵小树苗摇曳，释放出五行地气，交织成一株阴阳树苗。阴阳树苗居于5棵树苗中心，汲取五行之力，同样弥漫出帝皇之气。而在阴阳树苗形成的刹那，我也感觉到了金丹境界。我连忙遁走，远离北天河，远离天水城，准备渡劫。轰隆！天穹之上，劫云翻涌，雷霆之力在劫云之中穿梭，煌煌天威笼罩方圆千米。轰隆隆，10余道雷霆落下，每一道雷霆都有胳膊粗，恐怖的力量浩浩荡荡。我连忙运起5地道黄阵，防御自身。轰咔！第1道雷霆就逼出了自己的5地术。按照我的推测，应该是在第3道雷劫的时候才会这般厉害才对。
可雷劫给了我一个惊喜，轰隆隆，天穹之上第2道雷劫落下来，威力强横了数成。雷霆再度落下，虽然看似没什么变化，但每一道雷霆蕴藏的力量却是增强了很多。我催动5地道黄阵，施展5地道黄神通，刺目的5行光芒亮起，直接摄取了一部分雷霆之力，任由雷霆在体内游走破坏，像是要将我毁灭一般。而下一刻，那无尽的生机流转，滋润全身，淹没雷霆。这雷霆之力在被5行之力分解。不等我高兴，第3道雷劫来了，轰隆隆，第3道雷劫落下，我5行阴阳术齐出，5行道黄阵催到极致，一道道雷霆落在我身上，将我整棵树淹没在雷霆之中。道元催到极限，阵法纹路弥漫，化作5柄杀剑，绞杀雷霆之力。雷霆崩碎了杀剑，阴阳之气激荡，与雷霆之力互相崩灭。阴阳2气，5行为基础，抵挡着雷霆之力，双方力量一时僵持下来。雷霆破不了5行阴阳地气，我也灭不了雷霆之力。我一边抵挡雷霆，一边体悟着毁灭与造化。5地道黄术、阴阳地黄术此刻同时绽放火焰，5行真火、阴阳火焰配合雷霆之力，锻造圆球。在真火和雷霆的淬炼下，圆球急速旋转，忽大忽小。我的道元精液也越来越纯净凝练，无尽生机充斥全身。这雷霆已耗去大半，再无灭杀我的可能。我索性运转5行道黄阵，将雷霆全部纳入体内。雷霆炼体，长生树顿时布满雷霆，淬炼整棵树。无尽生机之下，迅速自愈伤势，一切稳定。天上劫云消散，天威也随之散去。我的体内变化速度也在加快，雷霆之力渐渐耗尽。一颗鹌鹑蛋般的金色丹丸，上有5行阵法，6棵树苗在其内，若隐若现。我的本体也在这一刻暴涨，有了3丈之高，枝叶茂密。之前在雷霆之下损毁的树叶也生长出来，每一根枝条，每一片树叶都比之前坚固了数倍。说来，不知道柳无忧过得如何了。我思索着，想到这里，遁地而去，前往柳无忧山头。黑夜下，密林之中，一只小妖潜伏其中，等待一声令下。蓦然，一声鸣叫响彻，像是某种信号。一只赤眼鸟飞过，火焰照亮夜空。黑夜之中，密林妖分起，滚滚妖气惊天动地。杀！一个不留！一道清冷声音响彻，5色光华照亮夜空，10余根柳树枝条，欲使5行之力吞没黑夜中的妖怪。刹那间，地底有妖怪冲出，绝杀潜伏在密林中的小妖。柳树精，你欺妖太甚，笑月大王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，你见不到笑月了。我和你拼了！你竟能化掉我的道元，还能化了你！无数枝条交织，将狼妖包裹在内，凄厉的惨叫声响起，一根根枝条没入狼妖体内，吞噬着精血和修为。嗤嗤，破空声响起，一只狼爪瞬息而至，斩向柳树。柳无忧枝条摇曳，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。虚空之中，金光瞬息而至，柳无忧心神恍惚，四周空间变换，已经来到一个5行空间。一道熟悉身影挡在身前，一条条5色丝线缠绕住一只巨大的银狼。长生，你进丹了！我一抬手，5色丝线化作利刃，将银狼斩成2段。你怎么惹上这金丹狼王了？唉，没办法，这只狼踏入金丹了，想自立为王，望月命我来除掉它。刚才那一下要是打你身上，不死也得残。唉，我已筑基顶峰，望月担心我成就金丹，想让我和这笑月雄王两败俱伤。不过你可别小瞧我，我有5行泄力之法，金丹初期一击可杀不了我。看来你进步很大，我在你的山头等你。长生已经金丹了，我也得快些。黄袍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是，刘奶奶。我这些时日与太玄一脉的道人论道，得传一部高深的5行法诀。有了这些感悟，相信你很快就能金液还丹。谢谢你，长生，这是我为你留的能量精粹和部分功力，我每次都会给你留一份，已经有这么多了，应该对你有帮助。你哪来这么多能量精华？这得顶我苦修好几年了。每次战争，我都会带领黄袍他们去偷尸体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。对了，我的世界法终于要成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全力祭炼一片树叶，再结合5行之力，终于以树叶观想世界。世界法要成了？是的，我以自身为主世界，树叶依托我而存在，只是太耗费资源。若不是战争一直持续，我还真凑不够养料。只要我开辟出第一片树叶世界，
我的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，后续也更容易了。终有一天，我会修成3000大世界，到那时，我就能真的无忧了。你修成一片树叶世界能提升多少？差不多是我自身的1/10吧。1/10？若是3000世界修成，岂不是能提升300倍？那你需要耗费多少资源？无法计数，我也不曾想过这些。反正抢就行了，你教我的弱肉强食自然法则。待我成就金丹，第一步就是吞了望月妖王。可那望月也有进步吧？金丹中期，他一直想着修建禅王宫殿，懈怠了修炼。我回到龙池，白天在龙池边开始炼化血球，五行化灵诀运转，磅礴的血肉精气慢慢化为养分，滋润自身成长。这金丹运转，6棵小树苗若隐若现，汲取养分。突然，我的耳边传来一声呼唤，声音软糯，像是一个妙龄少女。大王！我一愣，起身查看，大王！又一声传来，我这才发现是龙池内为首龙鱼开口了。是你啊！你终于能开口了。这样的话，你以后跟我学习人族语言吧。人族语言？为啥要学人族语言啊？因为你以后要和人族打交道啊。你还没有名字吧？请大王赐名。还知道叫我大王，平日里的熏陶果然没白费。你声音软糯，软玉生香，就叫玉儿吧。至于你的姓，以后等龙君赐予。龙君？是北天河龙君吗？不错，这龙池乃是北天龙君托付青云宗所立。师兄，那条血脉特殊的龙鱼已入修行道。好，我稍后便至。你先休息片刻，待会儿青云宗有人来，可能会传你修行法。是，大王。师兄，师弟，这是鱼龙诀，乃是龙鱼修行之法。另外2本是妖怪生存指南。我面露尴尬，心道：这不是我写的书吗？聂球俯身过来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里面学问大着呢，一定要让龙鱼仔细研读，吃透。有劳师弟了。”我明白。聂球走了，我将鱼龙诀交给龙鱼玉儿。玉儿记下鱼龙诀后，潜入池底修行了。我再次安心修行，参悟阴阳之道。这天夜里，聂球突然传音过来：“长生，你还记得当年牛问道手下妖怪吗？”记得。怎么了？他们找到你宅院了，我抓到个兔子精，说是叫二白，是杀还是留？放了吧，放了吧。好。聂球应了一声，不再传音。这二白去找我干啥？我略一沉思，遁地而去，来到山头木屋内。柳无忧正在屋内修行，黄袍在屋外来回踱步，很是焦急。我遁地而出道：“为何让二白入城寻我？发生了何事？”二大爷，您总算来了，刘奶奶寻您。木屋打开，我走了进去，却见柳无忧周身绽放五彩光芒，阴阳二气流转。长生，我今夜还丹了。我发现五行阴阳能让我的树叶世界更加稳定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。你让二白去也太冒险了，他又被抓了。又被抓了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没事，幸好抓他的是聂球师兄，我已经让师兄把他放了。哦，那还好，主要是寻不到你，我有些着急。我想你帮我。帮你什么？吞了望月。只要吞了望月，我就能成为妖王，统领一方。这么突然吗？不能再等了。望月得到了一部佛经修行法，若是等他参悟了佛经内容，肯定会变得更强。那你打算何时动手？明天夜里，望月会在菩提石上吸纳月之精华，参悟佛经。我负责带兵防守。菩提石？对。传闻当初讲经的高僧在一块石头上盘坐49日，留下了佛韵，可帮人和妖领悟佛法。不过这菩提石只对佛经修行有用，其余妖王都没什么兴趣，就被望月占下了。那我明天在那附近寻一处藏着。这是我祭炼的第2片树叶世界，
戴在身上可以遮住你人类的气息。你已经开始祭炼第2片树叶了。没错。对了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出了木屋。木屋关上，里面有五彩光芒亮起。下一刻，木屋房门打开，不见柳树，只有一名满头墨绿长发、碧绿长裙，肩上有金银丝带的少女赤足而立。